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哈喽，大家好，我是欧巴，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每天一睁开眼，眼睛所能看到的，手所能摸到的，甚至连看不到、摸不到的都需要钱。你的床、牙刷、牙膏、衣服、早餐、水、电，这些是不是都需要钱？我们都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我们也都知道钱能够解决我们在生活上90%以上的问题。仔细想想后，其实钱除了生老病死之类的问题解决不了之外，别的还真都能解决。说到生病，真的无法用钱来解决吗？我只知道有钱能动用到的医疗资源就多，能做选择就多，这应该是在社会新闻或电视剧上常看到的。有多少穷人因为无法给付医疗费用而无法接受更好的治疗？多亏了台湾的健保制度，让我们大大的减少了医疗的费用，却也造成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从病由心生这句话，可知情绪对我们身体健康及生病治疗的重要性。而有钱也确实会使大多数的人心情愉快，幸福感增加。这些统计数据都是有经过专案研究及调查的。相信大家都知道钱是很重要的，而财富自由也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目标。社会上投资理财的课程也琳琅满目，让你无从选择。然而，金钱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贫穷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吗？就是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金钱，不了解金钱的本质是什么。金钱很重要，但是你不懂金钱，不了解金钱，怎么可能会有钱呢？你知道在穷人眼中的金钱跟在富人眼中的金钱有什么区别吗？你知道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而富人却越来越富吗？你知道你绝对无法得到超过你认知以外的金钱吗？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金钱的本质，来看看你自己对金钱的认知到底有多少，为什么你赚钱总是那么的辛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金钱的由来，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个钱当钱呢？因为这个是玩具钞，是假的，对吧？那这个呢？难道这个就是真的钱吗？但是你知道在富人的眼里，这个东西也是假的吗？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在富人的眼里，这个确实也是假的钱，我真没跟你开玩笑。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价值，只有把它换成资产才有价值。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钱是怎么产生的？钱就是货币嘛。起初我们是没有货币的，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劳动后有了生产价值，你有了猪儿，我有了牛，咱们想换一下，然后咱们就定一个兑换的标准，3头猪换1头牛，这样你就可以得到牛儿，我也可以得到猪了。但是今天你有1头驴及2头羊，又想换我的牛，那该怎么办呢？不然这样吧，咱们就把猪做成单位，1头驴换2头猪，2头羊换1头猪，这样我们就能顺利换到自己想要的物资了。就是未来在集市上，不管想买任何东西，要先把你的东西换成猪，再拿猪去换那个东西。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太麻烦了，不然咱们再找个更容易携带的东西代替吧。于是后来就找到了贝壳来代替，但贝壳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呀。慢慢的就找到了贵金属来代替，如黄金、白银。当然黄金其实也是没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它稀少，大家认为它有价值，它才有价值的。也就是说，黄金的价值是人们赋予给它的。但后来又觉得黄金还是太沉了，搬来搬去实在是太麻烦了，是不是能用个更轻便的东西来代替呢？于是便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就是诞生于宋朝成都的交子，就是你拿一张纸盖个戳就是钱了。当然这张纸上所盖的是政府的章，因为有政府的背书，所以它就是钱了。交子就是银票的前身，
这张纸的目的就是在你们交易完之后，可以拿这张纸去把黄金换回来。慢慢的，各国政府发现，如果我要拿黄金才能再生产钱，那我的钱就不能够印太多，因为当时的钱都是有跟黄金挂钩的，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才能印钱，这也就是所谓的金本位。直到后来，全世界的货币都跟黄金脱钩了，特别是美金，美金是最后一个。在美元深植人心，成为全球结算单位的时候，美国华尔街的这些政客让美元跟黄金脱钩。就在美元跟黄金脱钩这一刻开始，全世界的钱都不值钱了，全都变成了纸。你可以试着想想，再告诉我，这30年来哪个币别没有贬值？美金贬了吧，欧元贬了吧，英镑贬了吧，台币贬了吧，人民币贬了吧？这些富人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富人认为只有花出去的钱才是自己的。钱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购买资产，产生现金流。如果我的钱不能购买资产，不能产生现金流，那么我的钱就只是一张纸。富人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啊，而你们不懂，你们把钱当命啊，你们把钱当成人生第一目标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有很多人都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而美国人看懂了，不但是把自己的钱全花完，还去银行借，把银行的钱也全花完，然后死了。人在天堂，债在银行。金钱的使用权与所有权。钱有2种权，第一种是使用权，第二种是所有权。97%的穷人要钱的所有权，他认为只有钱在他自己的口袋里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就捂住口袋不敢花钱。然而在你口袋里的钱真的是你的吗？钱你能带得走吗？钱是属于谁的？在钞票上面印得很清楚，钱是属于中央政府的，只有政府可以印制，可以销毁。钱不属于你的，你只是暂时用一下而已。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拥有钱的使用权，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钱的所有权。在这世上，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想占有它，是必会失去它，就是因为你的内在是匮乏的，所以你才会想占有吗？你会不会在有些时候觉得当小猫小狗很幸福，看着它们无忧无虑地追跑玩耍，不知不觉的就羡慕起来了？这是因为动物都非常的灵在，我们只要吃饱了就不会想要吃你的东西，而人呢，总是贪得无厌啊，有了还想要更多更好。虽然这也是人类进步的主因，但却也是给我们带来不快乐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懂得去付出，去给予，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所以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想拥有它，是必会失去它，包括亲人、爱人也是一样。你总想拥有这段感情，于是你就努力的想方设法去抓紧它，但是你把它抓得太紧了，没有给到它空间，它就会想走。孩子也是一样，亲情也是一样。一把沙子拿在手上，它原本还好好的，但是只要你握紧它，你握得越紧，它流失的就越快。要记得，不管什么东西，你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钱更是如此，凡是想赚取钱的所有权的，到最后全是穷人。因为富人知道，想要钱的所有权，正如水中捞月，那个月亮永远捞不起来，因为所有权永远是属于国家的，我们有的只是可以使用它的使用权而已。你知道为什么富人赚钱总是那么轻松吗？因为在富人的眼睛里面根本就没有钱，钱就只是个工具而已。一个真实案例，曾经有一个人靠着卖家电成为了中国的首富，他就是国美电器的创始人黄光裕。为什么当年的黄光裕能成为中国首富呢？就是因为他搞懂了这个问题，他不要钱的所有权，只要钱的使用权。一般人在进家店的时候，如果成本是5000，那就卖6000；如果成本是7000，好，那就卖9000。是不是大多的商家都这样赚产品的价差嘛？但是你知道国美的家电都怎么卖吗？他进家电的成本如果是5000，他就卖4999，一分钱也没赚。但是所有的人都来他这买家电了，这时候他就跟厂商说，如果你想要将产品放在我这卖的话，那就要给我半年的账期和额度。换句话讲，虽然他一分钱都没赚，但是在这半年内钱的使用全归他所有。这其实就跟现在的电子钱包及行动支付一样，如 Line Pay、接口支付、微信等等。你想想，今天你把钱存在接口支付或微信里面，他们收你的钱了吗？他们不仅没收你的钱，还为你带来更多的便利，不仅出门不用带钱包，缴纳各种费用也不用出门，甚至还会给你优惠及点数。
但相对的，在你的钱还放在他那边的这段时间内，他就拥有你钱的使用权。还有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 API， 也就是自己公司的货币，你可以在他那边消费，然后得到他公司的货币，或是可以经由储值得到更多的回馈及货币，而这些货币或点数则只能拿来购买或兑换他公司的产品。也就是说，你的钱已经先进入他的口袋了，也确定了你只能在他这消费，而且只要你一来他这消费，就很有可能再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其他的商品。到这里，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富人想要的永远是钱的使用权，只要这些钱的使用权在他手上，他随便在银行买个理财，7个点8个点都赚够了吧？也就是说，赚价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赚的是现金流。只要能让现金流过我这，我就已经赚钱了。金钱的本质。有一个银行家，他的儿子就问他说：“爸爸，你只是在为银行打工的，为什么你还这么有钱啊？”银行家就对儿子说：“这样吧，你去冰箱拿一块肉出来。”于是银行家在儿子把肉拿出来后对他说：“现在你再把那块肉放回去。”银行家的儿子只好又把肉放了回去，然后有点生气地对银行家说：“你这是干嘛呀，爸爸？”银行家微笑地对儿子说：“现在看看你的手上有什么。”银行家的儿子说：“有啊。”银行家说：“对呀，有啊，不就这么一回事吗？所以各位从今天起不再要钱的所有权了，因为那样就如同竹篮打水，终究一场空。我们永远只要钱的使用权就好。永远要记住，把钱放到你口袋里的不是你的，你只是在帮别人保管而已，只有花出去的才是你的。然而花钱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是受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善用钱来购买各种资产，让这些资产替我们产生被动收入。只有让钱流动起来，才能一直源源不绝地为我们带来收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爸，那我们下一期再见。